天呀，说冷就冷了。可不是嘛。皇后娘娘尚在梳妆，诸位主儿请稍等片刻。昨儿吹了一夜的冷风，也不知是不是我听差了，好像是有凤鸾春恩车在长街上经过的声音呢。宜贵人没听差，那车轮声那么大，谁听不见呀？昨儿夜里皇上没翻牌子，那这凤鸾春车是接了谁去啊？贵妃娘娘，不会是皇上惦记您，把您给接去了吧？这种有违宫规又密不告人的事儿，自然不是本宫罢了。这金簪子掉在井里头，自然会有人急着去捞的，咱们等着瞧就是了。皇后娘娘到，快救姐姐！主儿，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娘娘万安。起来吧，赐座。谢皇后娘娘。方才听见各位妹妹在外面聊得热闹，可是有什么趣事呀？皇后娘娘，臣妾们方才在说笑话呢，说皇上昨儿也没翻牌子，怎么这凤鸾春恩车却在长街上走着呢？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原来是说这个呀。那是咱们姐妹的福气，又多了一个妹妹跟我们作伴。多了位妹妹。方才你们来之前，皇上已经让进士房传来口谕，南府白氏封为没答应，已经拨了永和宫给她住。南府，那不是？按理说贵妃应该见过，听说是个会弹琵琶的乐伎。臣妾昨日确实见了几位乐伎，其中有一位眉目最清秀，是弹凤锦琵琶的。可当时皇上还嫌他弹得不够好呢。琵琶弹得好不好又有什么打紧的？只要得皇上欢心就是了。乐伎是什么低贱身份，也配和咱们平起平坐？况且，现在皇上还在孝期呢。嘉贵人，你言语上也该有些分寸。是，臣妾知道了。这不管怎么说，没答应是皇上登基之后纳的第一个新人，只要皇上喜欢，谁也不许多话。本宫就一句：六宫和睦。若谁要是敢吃醋算计，本宫断断容不得。臣妾谨遵教诲。皇娘，刚得的牛乳茶，趁热喝正好。这么殷勤，可是知道错了？尚在孝期，儿子就纳了没答应，是急切了些。坐吧。孝期不许歌舞声色，但天子守孝，以日待月。身在皇室，更得为子孙考量。皇帝呀，你膝下唯有3子1女，是还不多，那圣祖皇帝子孙昌茂，多让人羡慕啊！儿子知道，你宫中人是不多，这除了皇后和纯嫔，余者都无子嗣，哀家不得不为你着急。可没答应这件事，说出去不大好听，册封礼就免了吧。你多赏赐他些就好了。皇娘说的话，儿子都记住了。你昨夜去安华殿了？是。听说是陪着娴妃去的。好啊，你事事都伴着娴妃。她去安华殿祈福，是求圣宠临身吗？不是的，贵妃娘娘，娴妃姐姐只是喜欢诵经而已。哼，装着潜心学佛的样子，心里还不知道求什么呢。便是你，
也有许多不安分的心思吧？嫔妾不敢。不敢啊？好啊，既然你这么清心寡欲的，喜欢去安华殿祈福，那不如替本宫做一些五色的经幡，一并送去。是。敢问贵妃娘娘何时需要？明早便要。为表诚心，你现在就去院落制作。劳烦你了。是。嫔妾告退。小心！贵妃娘娘，海常在得快一些，否则明早做不完，误了咱们主的前程，怕你担待不起。贵妃娘娘，入夜了，天更冷了，我们主手动得厉害，能否加个炭盆在侧呢？制作经幡是神圣之事，怎可贪恋一时温暖而少了许多专注？再者，火盆一燃起经幡，不宜放在旁边。贵妃娘娘说的是。星璇，你留下来好好陪着海常在。是。来，主。还好经幡做完了。小雨，去端碗姜汤起来。是。还是冷啊。五福。主儿。再去烧几盆炭盆来。主儿，贵妃娘娘那儿没发炭，贤妃娘娘那儿送来的已经不足了。怎么回事？以前只是克扣，如今干脆不给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主儿，要不奴婢去告诉贤妃娘娘。不许去，让姐姐知道了又要担心。不许去。但是主儿，咱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熬啊？主，喝点姜汤吧。皇后娘娘吩咐了，今年6宫的炭火分力减半。那也就是黑炭600斤，红楼炭150斤。对。怎么样，齐了吗？齐了。主，内务府送来的炭数清了，在外头。照例啊，悄悄地给海常在送去一些，记得一定要是黑炭。这样。海常在的位分是不能用红罗炭的，红罗炭的炭灰是灰白的，一眼就叫人认出来，黑炭却是看不出多少的。奴才明白，奴才会趁贵妃请安的时候，隔几日送一次，免得送多了点眼。还有内务府新送来的冬衣，也挑几件好的送过去。这。
主待海常在也算是有心了，处处顾及着。海兰与我投契，互相照应着点儿是应该的。哦，对了，到永和宫送礼如何了？奴婢奉主之命送了2匹妆花缎过去，谁知那永和宫可热闹了呢。嘉贵人和宜贵人都送了东西，连贵妃也送了好些东西去。奴婢瞧着那没答应的打扮，竟比宜贵人还尊贵。主儿，奴才已经按主的吩咐，给没答应送东西了。礼数到了就好。你觉得没答应长得如何呀？皇上挑的，自然错不了。哎呦，再说，不是，那奴才也没敢抬头看呐。哎呦，啊，他长得也就那样，估计皇上啊，也就是一时的兴致就过去了。起来吧。哎。进意了不少啊。臣妾是有幸得皇上点拨，只是臣妾有些奇怪，贵妃娘娘琵琶技艺无双，臣妾远不能及，皇上怎么却还喜欢听臣妾弹奏？你的琵琶不算精绝，但是经过朕的点拨之后，精进不少，朕也有良师之感。原来皇上喜欢调教人呢。哼，不过有你在啊，也不用贵妃时时过来弹琵琶了。皇上原来不喜欢贵妃时时都在身边呀。瞧你亲嘴薄舌的，连贵妃也敢排选。过来。你奉了答应之后，还没去拜见皇后，等到雪停了，你再去给皇后好好问个安。不必等到雪停，皇上让臣妾去，臣妾明儿个就去。小心路滑。没答应到。臣妾永和宫答应白氏，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皇后娘娘万安。起来吧，赐座。谢皇后娘娘。还以为什么绝色美人呢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后宫论美貌，属你第一，谁敢跟你争啊？本该早些来拜见皇后娘娘，只可惜这一直天寒大雪，直到今日才能来。只要有心意便行，日后都要朝夕相见的，你便知道大家都是好相处的。没答应，那位是惠贵妃娘娘。这位是贤妃娘娘，纯嫔娘娘，嘉贵人，宜贵人，海常在，晚答应。给各位姐姐请安。不仅咱们是好相处的，这皇上也真是心疼妹妹呀。妹妹身上穿的衣裳，是江宁进贡的暖缎吧？嘉贵人好眼力呀！
不是我眼力好，只是乍一看妹妹穿的单薄，怕你冻着。不过这暖缎难得，连皇后娘娘宫里都没有呢。是吗？皇上只赏了我衣裳，赏没赏别人，我怎么会知道？皇后娘娘主张后宫简朴，你区区一个答应，穿这身衣裳也未免太奢华了些吧？可是皇上喜欢嫔妾这么穿呢。贵妃娘娘，那嫔妾是该听皇上的，还是皇后娘娘的？万事以皇上的心意要紧。这性子怕是不好相处的。不好相处，那不相处便是。外面雪也停了，天寒路滑，你们都早些回去吧。是。臣妾告退。咱去御花园走走吧，好，看看雪景。贤妃娘娘请留步。贤妃娘娘好雅兴啊！正巧，嫔妾也想去御花园中赏雪，不知可否同行？初次相见就同去赏雪，本宫怕眼中所得美景不同，话意不投机。话语是否投机，也要说过才知。您还是让嫔妾随您同去吧，可好？好。贤妃娘娘喜欢梅花。这宫中梅花盛景，只可惜没有少时在苏州见过的绿梅。梅答应怎么知道我们主喜欢绿梅？你也去过苏州啊？嫔妾少时在苏州学艺，因为善弹乐琴，才被南府从苏州买来。你不是善弹琵琶吗？嫔妾本来善弹乐琴，只因南府教习说先帝喜欢琵琶，而后才改学的。这喜欢什么，中意什么，都由别人说了算。梅答应如今正得圣宠，但听这话中语气，是还有什么委屈不遂心吗？嫔妾不敢有委屈，只是哪怕如今深受圣恩，也还有飘若浮萍之感，哪里比得上贤妃娘娘金尊玉贵，连喜欢的花儿都是骨骼清奇的稀世绿梅。相形之下，嫔妾不过是风中的柳絮，蒲柳命数罢了。这绿梅实在是难得啊，只是凡事过于清奇，便不能久容于世。你说是不是啊，贤妃？给贵妃娘娘请安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待。原来说的就是梅答应啊！再相见，贵妃娘娘娇容华贵，风姿依旧啊。这么会说话，你们南府怎么没选你去唱曲儿，却选你去弹琵琶呀？还没问妹妹归名呢。嫔妾姓白，名蕊姬。白蕊姬，蕊姬，一听就是个好名字啊，像是供人观赏取乐的。命里注定的缘分，能供皇上一时之乐，便是嫔妾的无上福泽了。别以为皇上封你为答应，你就能飞上枝头了。就你那手琵琶弹的，皇上就是闲时搭个麻雀叽喳听个笑话罢了，还真当自己是凤凰轻啼吗？嫔妾自知琵琶技艺不如贵妃娘娘，姿容更是难比。但贵妃娘娘想过没有，皇上为什么放着您一手琵琶绝技不听，只喜欢嫔妾这些不入流的微末功夫啊？还不是你狐媚勾引，使尽了下作的手段。嫔妾能有什么手段勾引皇上？不过是年轻几岁罢了。这岁月匆匆，不饶人呢。大胆！梅答应，在贵妃和本宫面前，不得无礼犯上。贤妃娘娘别痴心，岁月怎舍得薄待了您？嫔妾说的是谁，那人心里自然清楚。主儿，双喜，你还愣着干嘛？上去跟本宫赏他的嘴！这贵妃娘娘，白氏刚通答应，不懂规矩。若现在即刻责罚，要是皇上知道了，怕
怕是会有不悦之意。她是皇上亲封的答应，本宫是皇上亲封的贵妃，云泥之别。何况她敢冒犯本宫，双喜，还愣着干嘛？打！妾贵妃息怒，贵妃，你也是褒仪出身，伺候皇上得了台妻之荣，与嫔妾又有什么两样？你竟然如此不知死活！双喜，打呀！别打了！贵妃娘娘，算了吧。皇后娘娘驾到！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本宫去协芳殿探视，才走到这儿，就听到你们喧哗吵闹，毫无体统。这里是宫中御园，不是你们自家的刑场。皇后娘娘息怒，娘娘有所不知，没答应，出言狂妄。她不仅讥笑臣妾是褒仪出身，还说臣妾人老珠黄。皇后娘娘明鉴，臣妾是受过贵妃娘娘出身褒仪，但正因为她出身褒仪，才会有今天的荣宠，这话并没有错啊。臣妾并没有说过人老珠黄这4个字，臣妾只是感叹岁月匆匆罢了。皇后娘娘若是不信，大可以问一问贤妃，